大家好，我在這一支影片裡匯總了我使用 Obsidian 來管理我工作上和個人生活上待辦事項的一些操作重點。我使用到了下列這一些外掛來協助我的這一些任務管理的工作，有 Tasks、Reminder、Calendar、Template、Quick Add、跟一個鍵盤的 Hotkey 操作。Mid3-Deter Hotkeys， 希望透過今天的這一個簡單的介紹，能夠讓大家對於 Obsidian 的任務管理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或許也能夠帶來一些更深入的啟發。現成的任務管理應用有非常多，例如 Todoist、Microsoft To Do 等。都是功能完整而且操作方便的待辦事項工具。那麼 Obsidian 與之相比，究竟有多少優勢跟便利呢？我總結了有下列3點好處。第一點，迅速性。我們在寫筆記、做記錄的當時，直接就把內容就可以直接形成待辦事項，因此也就省掉了文字複製跟貼上的操作了。第二點，我們能夠跟每日筆記整合為一，方便我們任務的管理跟每天的復盤。第三，單一性，我們不必要再切換在多個軟體系統裡面，我們只要在一個專一的系統，也就是 Obsidian 裡面，也能夠同時在桌面跟行動設備上直接就使用這一個單一的 Obsidian 來做任務管理的工作。我們先來看一下如何快速的能夠添加待办事項。最快的方法其實是在我們輸入完畢以後，直接按 Ctrl Enter 2次，它就會馬上形成待办事項。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邊打了一個文字，然後呢直接按下 Ctrl Enter， 第一下呢它會變成是一個 list 的形式，那再按一次 Ctrl Enter， 它就會變成是待办事項的。那這個是最快的一個方法了。那如果說在待辦事項裡面，我們要讓它能夠變成已完成狀態的話，就是再多按一次 Ctrl Enter 就可以了。然后再按一次 Ctrl Enter 的話呢，它就會取消完成的狀態。因此這個 Ctrl Enter 呢是最快的一個操作方法。我們把瀏覽頁面、預覽頁面也給它顯示出來，我把它放在下面。好，那我們就來直接看一下。好，我這一個項目呢，我也要把它變成是待辦事項。就按2次 Ctrl Enter， 後面呢再按2次 Ctrl Enter， 因此我們就形成了3個待辦事項了。那這個是最快的方法。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呢，就是去安裝 Min3Deter Hotkeys 這個外掛。有了這個外掛以後呢，它方便的地方就是可以讓我們直接複製我的任何一行的一個內容，不是只有待辦事項，就是一般的文字也可以。比如說我們在下面這邊有打了一些文字，那我要做複製的話呢，我就不必用剪貼簿來做，我直接按下它的 Hotkey， 就是 Ctrl D。那在 macOS 上面應該是Command D。好，我们直接按 Ctrl D， 它就可以直接做複製了。因此我有新的任務呢，我就直接按下 Ctrl D， 然後再來做修改就可以了。那這個是添加待辦事項的幾個小技巧。添加完待辦事項以後，我們事實上可以透過 Tasks 這個外掛來很方便的讓我們來做任務的一個管理的操作。比如說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的到期日期。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待辦事項上面呢，我們直接按下 Ctrl Alt 跟 Enter， 它就會出現 Task 的一個編輯的畫面。那在這個畫面裡面呢，我們可以輸入這個任務的描述。那其實就是跟剛剛內容它會直接帶進來，然後這邊呢，我們就可以直接指定它的到期日。比如說我是明天會到期，那你就輸入 tomorrow， 或者是你直接指定一個日期，比如說2021 10月20號，那這樣子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到期日。那同時你也可以設定說它是不是有一個固定的重複執行的時間，它會循環。比如說你有循環的時間呢，比如說是每個禮拜五好了。那這一邊呢是用自然的語言來輸入的，因此你就是比如說要輸入every Friday 這樣子就可以了。然後我們再點擊 Apply， 它在這個項目上面呢，它就會出現了2組的訊息。
這一個綠色這一個圖示呢，就是會重複循環的一個設定。然後後面這個日曆的圖示後面呢，就是它的到期日。那麼這個就是使用 Tasks 這一個外掛，可以方便讓我們來做這個輸入。但是很可惜，這一個外掛它只能指定到期日，沒有辦法讓我們指定這個日期它的一個特定的時間。也就是說，到期的時間是沒有辦法設定的。那如果說我們要設定時間的話呢，那就要再透過 Reminder 這一個外掛。Tasks 事實上除了輸入功能以外，它真正強的地方呢，是可以讓我們直接對我們所有儲存庫裡面所有的待辦事項呢，都做一個查詢。那它有一組的查詢的語言，可以讓我們直接來下指令做查詢。那我在這邊有彙總了它的所有的語言。那請大家注意，就是它的這個查詢的語法事實上都是使用第三人稱來寫它的這一個動作的。因此你只要知道說我這個語言是用第三人稱來写，那你基本上就比較不會寫錯。比如說我的路徑我要搜尋的話呢，我是 path includes，那它是要加 s， 第三人称嘛。那不搜尋呢，就要變成是 path does not include。那你只要掌握了這一個重點，其實它有這麼多的項目，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查詢出來。那我們來做一個範例給大家看。好，我們先按3個倒引號，然後打上 tasks。我們是要找出還沒有完成的，因此就是使用 not done。而且呢，没有到期日的，所以就是 new date。好，假設我們就是要找這些內容。那最後再用3個倒引號結尾，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下面呢就找出了我所有已經列入我的待辦事項的所有的一些內容。那这個會重複，應該是我有在另外一個地方也有做一個範例了。好，不是，是因為我們剛剛有做了複製。這個有做一個複製，那我比如說我把這個改成隨便，它就馬上就換掉了。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基本的語法。那它有這麼多種呢，可以讓我們來下這個過濾的條件。那完成未完成，有到期日沒有到期日，那這個日期呢，其實都是可以用自然的這個語言的寫法來寫。比如說 tomorrow 啦，next week 啦，in 2 weeks 啦，等等，這些都可以來使用。那時間呢，也有 before、after 跟 on 這三個條件可以來做過濾。然後除了這個日期以外呢，還有路徑。我要含有哪一個路徑，不要含有哪一個路徑。比如說我們的 templates 這個資料夾我不需要的話，我們就可以加上 path。因為我們是要用不存在嘛，所以就是要用這個 does not include。好，我們就不需要我的 templates， 我的 templates 是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所以就直接把這個資料夾給輸入進來。然後還有呢，你的說明的事項呢，就是這一塊。左邊這一塊就是你的說明事項，要不要含有哪一些特殊的字串。還有最靠近標題的地方，就是你最靠近，像我們這個最靠近這個標題的地方，要不要含或是不含？然後是不是重複的會有循環的事件，或是你有某一個裡面的某個清單的項目，你要把它排除掉，都可以來做設定。那它出現的這個內容後面有帶一個像這個就是一個修改的一個按钮。那你如果不要出現這個按鈕的話呢，我們可以把它給藏起來。那它就是後面這個顯示樣式隱藏這裡面的這些選項都可以來使用。比如說我要 hide edit button， 你會發現這個後面的這個修改的按鈕就都不見了。那這個呢，其實我們就是只要去做查詢就可以。那如果說你要找到這個更詳細的內容的話，在這個連結區裡面我會放這個超連結，就是在這個地方，這個是它 GitHub 上面的一些範例，你可以再去做參考。那我在這邊也列了一些常用的一些查詢的語法。那我們透過這些語法就可以很快的來過濾出我們所有需要特別去處理的這一些待辦事項的。那這個可以說是非常方便。另外在任務管理上面還有另外一個外掛Reminder，我也是建議大家
把它給安裝起來，因為它可以提供提醒我們的一個功能哈。像我們在我們的右邊的側邊欄這邊，我們就已經，如果你安裝了這一個外掛，它就會多出這個 Reminders 這個面板。那這個面板呢，它就會幫我們把所有任務，只要你有設定到期日跟到期時間的，它就會自動幫我們全部顯示出來。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示範。它的輸入的方法是這樣子。比如說我們這一個項目，我要讓它能夠加入到期日的話呢，我們就按一個空格，然後輸入左邊的圓的括號，再輸入 at 這個符號，那它就會彈出一個日曆的視窗出來。那你就可以去指定時間。比如說我們就是今天。這一邊它現在的格式你只要看到這個圖示它這已經彈出來了因為我們沒有指定时間，那它預設的時間呢，我的系統裡面是設早上10點，那這個時間已經超過了，所以它就彈出了這個警示的提醒的視窗出來那這個視窗呢，你可以把它給變成靜音，或者是多久以後再來提醒你那它預設是30分鐘、1小時、3小時、明天跟下個禮拜。那這一個選項呢，都可以在外掛的選項裡面去做設定那比如說我們就把它標記成說已完成，好，那它就會加上了這個時間出來那這個其實它使用的還是剛剛講的這個 Tasks 這一個外掛它沒有辦法指定時間了。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從這個設定裡面去找到第三方外掛的Reminder。 好，我们找到 Reminder 以後呢，再點擊這個選項Options 這個功能進來做設定。我這邊預設的提醒的時間是早上10點鐘。好，那也就是說，我如果使用 Reminder 來輸入日期的話，那沒有指定時間，那它預設的時間就會是早上10點鐘。那剛剛講的這個提醒的時間就是在這個地方來做輸入，那就是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自然語言的方法來做輸入的但是沒有辦法用中文那你就是比照它這樣子的寫法，使用英文來寫就可以了比如說我們如果說希望我第一個選項是15分鐘之內我只要讓它 delay 15分鐘，15分鐘之後再來提醒我，那你就加上這一個選項就可以了然後因為它現在是在 Obsidian 裡面彈出 Obsidian 的對話窗嘛，如果說你希望它是使用系統的提示的話，那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說你可能目前的視窗不是在 Obsidian 裡面，那它就會從系統的提醒裡面彈出來所以你这個也可以把它給啟用起來，它就會從系統的提示最右下角的這個提示呢，它就會彈出一個到期的時間，就會通知你那這個接着這個是我們觸發剛剛日曆那個視窗的要打的字串所以就是左邊的括號跟 at 這個符號。那它這邊有一個主要的 reminder 的 format 它現在目前這邊設定的是使用 text 的外掛的格式所以它只能設日期。那我們應該是把它設成是 reminder 自己的格式像就是這個格式。好，我們把它改成這個格式以後，我們把它儲存起來。那我們再來做一遍比如說我現在這個我把它後面我們就直接把它給刪除，按 Ctrl Enter 把它變成未完成好，空一個左邊括號 at 再打今天的時間那它一定是10點這個時間嘛你可以看到它這邊今天這個就已經它就會自動就會出現的。那我們只要在後面加一個空格把它彈出來了我們先把它取消只要空一格再打入時間比如說我現在的時間是22點51分，那我如果把它改成52分，那這樣子它就會設定好時間了，你就會看到我們這個 reminders 這個面板呢，它的這個提醒的時間呢就變成是22點52分所以透過這個 reminder 呢，我們其實可以把每一個需要做特別提醒有到期日跟到期時間的代辦事項呢，都可以把它加到面板裡面，然後時間一到了呢，它就會彈出這個提醒的視窗。好，那有了這個呢，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來提醒我們一些待辦的事情了。甚至於你像我這個2024年3年後的這個時間，我也可以把它設定進去。那這樣子我就不會忘掉我3年後有一個申請我需要去做執行的那這一個呢，就是透過 reminder 來做的提醒的功能。如果我們的任務管理跟我們的每日筆記
有做整合的話，那它會對我們的每天任務的一個處理的有效性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相輔相成的效果。最好我們也是把能夠觀看我們每日筆記的這個 Calendar 這個外掛給安裝起來哈。那安裝完以後呢，我們就可以在右邊的面板裡面呢，就會看到一個 Calendar 出來哈。那這個 Calendar 上面如果說你有每日筆記，當天有每日筆記的話呢，它就會出現一個時薪的一個點哦。那如果有沒有完成的事項的話，它就會有一個圓圈哦，空心的圓圈。那透過這個面板上面的這個日曆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知道說，到底我這個每日筆記裡面是不是有一些待辦事項還沒有完成哦。那它方便的地方是我們只要點擊了某一天這一個日期以後，它會自動彈出一個視窗，詢問我們是不是要自動建立每日筆記。那我們現在，比如說我現在點擊這個明天的這個日期，我點擊一下，它就會彈出說，明天這一個每日筆記檔案呢不存在，你是不是要建立？那我們就點擊這個 Create。那這個 Create 呢，它會去各位可以看它其實會去讀我們一個模板檔。那這個模板檔裡面呢，我已經把tasks 這一個語法呢全部都寫在裡面了哈。比如說我要看我的未完成任務，我的未完成而且沒有期限的任務是哪一些？那在這個裡面呢，我把某一些路徑給排除掉了哈。然後今天的我也先把它排除掉了，因為今天的項目呢，我在下面都已經產生出來了哈。那為了要方便彈出這個時間所以我就自動這個模板呢也會自動把日期跟時間都給加上來。那這樣子到時候我要下班的時候呢，就不會忘掉要做這一些事情。那這一些內容都加了以後，其實你看最右邊的 Reminder 呢，它就已經都會有這一些有加上到期時間的這些項目就會出現了。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法呢，我們就可以很快很方便的來管理所有的待辦事項。那這一個就是使用每日筆記，再透過 template 裡面的每日筆記的這個模板呢，就可以在我們的每一天的筆記裡面呢，加上這一些任務的一些查詢。另外，如果你是一些專案性質的那不是每一天會重複發生的這些任務呢，你可以考慮使用這個Kanban這個外掛。透過這個Kanban的外掛呢，你就可以把某一些性質的一些待辦事項呢，給它統一建在這個Kanban的系統裡面來。比如說像我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 To Do 的這個Kanban就是我的blog 跟YouTube 錄製影片的一些待辦事項。比如說我的 Obsidian 有哪一些影片要錄啦，我的 Auraki 還有哪一些要錄啦，那這個是我的規劃中的。那目前在做的呢就是這個Obsidian 任務管理技巧匯總的這一項，然後還有一個我要產生 CC 字幕的一個事情也要做。那透過這個Kanban呢，就可以把一個專屬性質專案類型的一些狀態呢，能夠做好一個任務管理的工作。那這個任務管理的工作裡面當然你一樣可以去直接使用類似 Reminder 這樣的提醒日期跟提醒時間。那很可惜的是，現在這個Kanban 它有自己的日期的跟時間的指定的方法它的設定是不一樣的它的日期的格式是要用 at， 然後後面要用大括號把日期括起來。那時間呢是要用2個 at， 然後再用大括號，然後把時間給加起來。那它目前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格式的話 ，Reminder 是沒有辦法辨識的那所以我建議，如果說你要把它加到這個 Reminder 裡面的話那目前它只能這樣做了就是只能自己人工打了所以我們這個日期比如說我这個是10月3號好了10點鐘好按 Enter。好，你可以看到這個面板 Reminder 這個面板就會出現了那透過這樣的方法呢，就可以把某一個你Kanban裡面的任務呢給加到這個 Reminder 裡面來要不然你就是要使用它自己的 at 跟2個 at 的這個方法來指定。那這個是如果你有Kanban的話可以這樣子來使用它。
如果你有使用 Data View 的話，那麼你也可以不必使用 Task 這一個外掛，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Data View 的這個語法來查出你的待辦事項，那就是使用 Task。那你要查出還沒有完成的事項的話，就是用這個驚嘆號後面加上 Completed 的就可以了。不過我個人是覺得 Tasks 寫起來比較方便，因為它可以下的這個條件也比較多，然後我們可以比較精準的找到真正我要處理的那些待办事項。好，那以上就是我們把這幾個跟任務管理的這幾個外掛很簡要的跟大家做了一個介紹。那希望對大家使用 Obsidian 來做任務管理呢，能夠有一些幫助，可以讓大家做到更有效率的一個工作跟生活。好，謝謝各位。